其实靖难之役中的朱棣不仅是跟朱允炆在战斗，同时也在跟朱元璋掰手腕。为何如此说？因为朱棣的靖难之役本质上就是在跟朱元璋临死前的整个布局在角力。虽朱元璋杀了蓝玉等诸多能征惯战的名将，但却还留下了至少4位猛将，随便拉出任何一位来都足够朱棣做牙花子。那么朱元璋留下的这4大猛将都是谁？第一位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耿炳文。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人都说耿炳文善守不善攻，蓝玉善攻不善守，因此蓝玉必死。而耿炳文由于善守，就注定了没有多大作妖和反叛能力，所以才被朱元璋留下。但实则却是大错。皆知蓝玉的捕鱼洱海之战让他的战功达到了顶峰，但可知耿炳文和王弼便是这次捕鱼洱海之战的先锋吗？人家都成了先锋大将，岂能是善守不善攻？再者言，耿炳文自19岁起就追随了朱元璋，攻广德，进长兴，克湖州，围平江，全是攻坚战。正是凭借这种摧枯拉朽般的进攻打法，他才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才被朱元璋提拔为都督府佥事。之所以耿炳文不显眼，是朱元璋手下猛将如云，尤其是徐达、常遇春和蓝玉太过耀眼。但到了建文帝时期，耿炳文则堪称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第一猛将了。朱允炆起初也的确启用了他，奈何大明朝的百战之师几乎都在戍边，尤其是朱棣手下的燕军是最猛的。而耿炳文就算再牛，手下的兵卒则大部分属于太平兵，这如何能抵挡得住？所以跟朱棣一交手便被打败了。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朱棣虽击败了耿炳文，却也深知对手的厉害，因此围城3天就主动退兵。若此刻朱允炆依然让耿炳文统兵，经过这一战后，那些太平兵卒得到了历练，再加上耿炳文的操演和他强悍的统兵才能，朱棣迟早会被干掉。可惜朱允炆却听了黄子成的建议，用李景隆代替了耿炳文。对朱允炆的这波反向神级操作，连明史都鄙视，炳文归，景隆代将，尽致一败。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失败是李景隆导致，不但喂饱了缺兵少粮的朱棣，还造就了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耿炳文之所以被取代，无非是不被信任。不信看李景隆，后来他惨败郑村坝，比耿炳文输得更惨，朱允炆却依然让他统兵。所以这就反映出了建文时期的一大内部矛盾。朱元璋时期的重臣名将全面被排挤打压，耿炳文便是牺牲品。虽然耿炳文成了牺牲品，但福祸相依，好歹活到了永乐时期，跟死得最惨的瞿能一比，要幸运得多。瞿能是蓝玉发掘和培养起来的，那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派蓝玉平叛西藩南明时，两人就彼此欣赏。完成平叛后，蓝玉特意上奏朱元璋，让瞿能坐镇，严防藩人的再叛。也正是因瞿能一直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所以在蓝玉案爆发后，他才得以安然无事。但不论怎样，在瞿能身上有强烈的蓝玉般的作战风格。耿炳文被李景隆代替后，李景隆便以50万大军围攻朱棣的老巢北京城，但就是攻不动。终于瞿能发飙了，统兵为先锋，不要命的攻击。明史记载说他是甚锐，城锤破，也就是说瞿能发起的这波攻击差一点就打穿了城防。若此刻李景隆再派兵助阵，北京就被攻破了。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景隆却来了一波更神的操作，要求瞿能撤兵。意思就是说，明我李景隆亲自过来，你就下班休息去吧。现在不得而知李景隆的想法，他到底是想把这泼天的功劳据为己有，还是压根就不想攻破北京城。就这样，瞿能拼命换来的最有可能提前终止靖难之役的时机，更是被李景隆给挥霍了。瞿能又能怎样？李景隆是主帅，他再不高兴，再喊可惜，也要听命。随后便是著名的白沟河之战，这一战瞿能活脱脱如蓝玉第二。第一天大战，瞿能就所向披靡，这4个字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出自明史，能在正史中拥有这4个字，可见勇猛。瞿能就这样碾压强悍的燕军，第二天更是小宇宙爆发，再次打穿燕军，然后直扑朱棣而去。
朱棣大惊失色，连忙命后军来救驾，自己则慌忙逃跑。可瞿能却死死咬住他，一路追一路还将沿途的燕军砍死砍伤。明史中说他大呼灭燕，斩国数百，不砍了朱棣誓不罢休。哪料就在这时，一阵怪风突起，卷起尘沙直击瞿能和南军的面门，让他们都无法睁眼。朱棣顿时喜出望外，趁风势亲自回击，一举扭转了战局，瞿能战死沙场。看看这惊心动魄的大战，还有谁认为朱允炆手下无能人和猛将？这都是朱元璋给他留下的，只是朱允炆他自己不知用，不会用罢了。让瞿能成为李景隆手下，而不敢大胆任用，不但导致了瞿能惨死，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朱元璋留下的第3位将领是宋胜。宋胜是被普遍忽视的大名猛将，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就是因他的高光时刻是发生在远征哈密之时，哪怕他威震西域，却因为偏离明军作战的主战场漠北而遭到忽视。在朱元璋晚年时，宋胜就成了朱元璋的手中利刃，漠北交给儿子朱棣去打，宋胜则派去平叛广西。在朱元璋临死前的那一年，又让他去辅佐朱棣一起北伐漠北。随着建文帝登基，朱允炆又以他威信久驻凉州为由，从北面把他给调到甘肃。瞅瞅宋胜这诡计，可谓走遍了大半个大明，分明如救火队长般的人物。不过蹊跷就蹊跷在，当靖难之役爆发后，猛将宋胜却被完全无视，全程就猫在甘肃，遥望北方烽火。直到朱棣登基，他才被想起了。朱棣命他进京，连嫁2个公主给他儿子，封其为后军都督府左都督，然后又被派回了甘肃。不过这一回，宋胜终于在甘肃出境了。他发现西亚的帖木儿东征，急忙向朱棣禀告。朱棣命他练士马，紧斥候，计粮储，随时应对帖木儿的进攻。结果却等来了帖木儿病亡，所谓的帖木儿东征随之烟消云散。宋胜之所以被隐形，显然是因为他曾跟着朱棣北伐过漠北。但问题是，若这也算理由的话，那么李景隆跟朱棣的关系更好，他咋就啥事没有呢？所以耿炳文若是牺牲品的话，宋胜则是隐形人，猛将隐形不得发挥，倒跟朱允炆最终失踪不知生死算相得益彰。这第4位猛将就是郭英了，他也是朱元璋的尉迟恭。朱元璋曾拍着郭英的肩膀吼：“唐之尉迟敬德不辱过也。”意思就是说，郭英比大唐猛将尉迟恭还猛3分。最初，朱元璋眼见郭英长得高大威猛，为人机警，骑射皆优，便让他当了自己的保镖。哪料大材小用了，很快郭英就展现出猛将本色。在朱元璋的生死大战鄱阳湖之战中，郭英身负重伤，却依旧如猛虎，死战不退。所以朱元璋便让郭英跟了常遇春。可想而知，当郭英成长起来后该有多彪悍。果然在太原之战时，郭英向常遇春提议夜袭敌营，常遇春同意，郭英亲率10几人，他担任敢死队长，第一个冲入王保保大营。这一战直接打得其男子王保保只带着10几骑落荒而逃。因此朱元璋说郭英比尉迟恭还猛，真不算太夸张。可惜这种猛将到了建文帝手中，却直接被暗死，先跟着耿炳文，后随李景隆。郭英全程跑东跑西还尉迟恭，一点功劳没有。但好玩就好玩在，这反而救了郭英。朱棣当了皇上后，便让他回家养老，不予追究。再看耿炳文和李景隆，由于都当过主帅，齐遭到官员弹劾，耿炳文直接吓得自杀，李景隆被削爵圈禁，郭英却得以善终。朱元璋明明给朱允炆留下了至少4大猛将，个个可敌朱棣，他却一个也不重用。朱允炆一手王炸，4个王牌捏在手里，却因为不敢用，用不好而输得找不着北，主要根由就在于他自己。